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开始用 AI 写文章的时候，虽然是可以写得超级完美、超级吸睛，可是你总会发现，好像你越写越不像你自己了。我之前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之前总是叫 AI 帮我写所有的内容，但是呢，之后发现，它写出来的东西跟我原本想要表达的其实有一点 gap。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跟你分享，我是怎么样进行内容创作，同时加入 AI 协助我去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呢，又不会失去我自己的声音。今天的这个内容创作工作流总共会分6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会跟你分享说我是遇到什么样子的阻力啊，还有 AI 还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帮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去减少这个阻力。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是 Toby， 可以叫我偷偷。我现在主要是帮艺人公司去减少他们的无效忙碌，把精力放回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 YouTube 的频道我到时候也会分享多一点，说怎么样去减少社群跟 AI 的噪音，那让我们把精力放回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我现在也有提供付费咨询跟1对1陪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资讯栏。好，那我们回到正题。像是前面提到，我之前也有让 AI 去写我所有的文章，写的是很快没有错。以前我写 SEO 文章通常可能就要写个4-5个小时左右，可是现在如果让 AI 写的话，它大概5分钟就可以产出20篇文章，这个进度是非常之快，然后我也可以省下非常多时间没有错。可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非常的无聊，因为我以前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会蛮享受那种创作的过程，比如说我是看到了什么事情呢，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跟我之后有什么样子的反思。可是当我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 AI 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思考好像也停止了。我发现到这件事情不对，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当我持续用 AI 去帮我写内容的话，我到时候就没有办法去思考说我对于某一些事情的反应还有反思会是什么。这样写下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有点像是当 AI 帮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完，那我创作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创作者也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就重新思考了一下我跟 AI 协作的整个过程，哪一些东西是可以留给 AI 做的，但是哪一些东西我是一定要拉回来给我自己做。所以等一下会跟你介绍的6个阶段内容创作工作流，就会是从这些问题我慢慢调整出来的。那最简单来说，我是怎么创作呢？我最主要都会是在 Obsidian 里去进行创作。Obsidian 是一个笔记软体，主要呢是用 Markdown 的格式让你去做出内容，所以它也比较好去跟 AI 进行沟通。我会使用 Obsidian 有2个原因，一个是之前我就常常在使用 Markdown 在写一些笔记，最早启蒙我的是我在用 Bear 这个笔记软体，那后来就是转到 Notion， 最后到 Obsidian 才发现说 Obsidian 的一个创作模式是比较适合我的。那第二个就像前面提到的 Obsidian 的 Markdown 格式的文件呢，其实对于 AI 还要去做读取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基于以上这2个原因，最后选择了用 Obsidian 作为我主要内容创作的一个基地。那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Obsidian 它会给你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你去做创作。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是在不同的平台，他们规定你的小小框框里面去进行创作。像是过去我们在 Threads 啊，或者是 Instagram 上，它让我们写的空间就小小的一格那样，我就觉得好像局限了我自己想要创作的一些灵感。所以我是倾向于有一个比较大，然后没有限制的一个画布，让我可以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创意。那所以 Obsidian 对我来说还不错，它是一个可以让我去无止境的发挥我自己灵感的一个地方，同时它也可以让我比较专心沉浸在这个空间里面。因为它的界面算是非常的简洁，所以我在写的过程中比较不会被受到干扰。但我觉得全心全意的在写作上面的话，我只要打开 Obsidian， 然后停在这个页面就没有问题了。那我接下来也介绍2个工具。那因为我主要都是在 Obsidian 里面写嘛，今天也不会介绍太多的工具，主要是介绍 Obsidian 跟2个外挂。第一个外挂会是 Cloudian 就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在用 ChatGPT 或者是 Cloud 一样，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针对于 Obsidian 去做一些调整。那像是 Obsidian 我现在是有一个笔记在旁边嘛，当我打开 Cloudian 的时候，它就会在旁边显示，也就代表说我可以直接在这个笔记里面去跟 AI 进行互动。所以它可以做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我今天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要去查一些参考的来源，我就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的对话框，在那个 Cloudian 里面去问问题说，请你帮我找出3到5个可以佐证这句话的来源等等这样子。或者是当我想要去让它去转到不同的平台的文案去做发布，也没有问题，这个我等一下后面会讲。第2个外挂是 Smart Connection， 这个比较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它旁边会列出所有跟这个笔记有关的笔记，就你以前可能写过的日记啊，或者是你写过的阅读笔记啊，甚至是你的一些反思等等，它都会依照说跟这篇文章的相关系数去做排序。比如说在最前面 0.91， 这个就会是他觉得相关性比较高的一个笔记，然后再往下排。所以这个会是让你可以比较好去让 AI 捞出过去的笔记，然后去作为未来的一个补充。好，那我们回到刚刚前面有
提到说我有6个阶段嘛，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我的6个阶段呢，会是以自由创作作为最主要的源头。为什么会是以这个作为源头呢？其实我之前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外乎会需要去卖一些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嘛。可是当我决定要去写跟变现有关的文案的时候，有时候会蛮局限我自己在创作的一些过程。所以我现在决定是分2条路，我一样都是从自由创作去开始写。可是呢，我到时候就分2条路，有一些它是不会发出去，是留在我自己的 Obsidian 里面的笔记库里面。有一条呢，就会是你可以看到接下来的5个阶段，那5个阶段就会是我从商业的文案一直到怎么样去写出来，还有到最后我要怎么样去做转换跟发布等等，所以这样子就不会让我觉得说我好像都是在写变现的文案，我自己好像减少了太多创作的一些过程。那这样子也保留了我自己思考的过程，因为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文章都会是我自己直接口述或者是产出的，而不是说就是让 AI 去帮我写出来的。这个我等一下后面也会跟你分享我具体是怎么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总共有这6个阶段。第一个会是自由创作，那当我决定这一个自由创作的内容是可以进到商业化的话，我会需要去决定题目。决定题目它会有一个阻力是你的选择太多，你不知道要聚焦在哪一个题目。那第3个呢，会是要去找回素材。那这边找回素材的阻力是在于说，你打开了一个空白页面，你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所以这边就会是你的素材可能过于零散。那第4个会是组成长文，这边对我来说的阻力会是，当我组成了一篇长文，可是我在发布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自信。那第5个呢，会是转换平台，因为当我们写完了一篇长文之后，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平台要去做处理。我知道现在行销人很累，但现在就是有太多的行销平台，像是 Threads、IG 或者是 TikTok 等等，这一些全部都要去面面俱到，所以你就必须要去重复做改写，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的阻力。那最后一个呢，就会是排程发布。那对我来说就是蛮大一个阻力，是我会去拖延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写完之后就不会发，所以整个流程大概会是像这样。那我一个一个跟你们分享我是怎么做的。第一个是自由创作，最主要像是前面提到的，有时候当我内心想说这一篇我要变现，它其实会扼杀我要创作的灵感，所以最后我决定我只要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当我真的是有一些内容是需要变现的话，我再去回头捞那些有没有我过去讲过的观点是可以补充支撑这个观点的，支撑这个商业的话题的。所以这边的阻力我主要是解决2个啦，一个是说我希望变现这个想法不要去扼杀我的创作灵感，它不能先去批判我现在创作的素材。然后第2个会是因为我觉得创作这种东西有时候灵感来了你没有记住，它就会稍纵即逝，所以我在 Obsidian 里面有特别设定一个模板，是可以去快速的记录，比如说这次是随想啊，或者是我看完了一本书的一些笔记等等。好，那第2个就会是决定题目，这个就比较有趣一点。当我们在决定今天要写什么题目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也会有选题上面的问题，就会不知道说我好像有很多东西要写，可是我不知道从何写起。我自己的做法也分享给你。我的解法是我会从3个点去找出交集，一个会是我的商业目标，一个会是受众的问题，以及最后一个会是我既有的素材。最后呢，就会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并且把它变成我这个礼拜最主要做的内容的母题。那具体来说，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就会是我的 Trello。我现在主要都是用这个来管理我的工作。除了我自己的工作之外呢，我也会去负责把我每一周需要去做的内容卡片放在上面。那这个就会是背后用一些 AI 自动化的方式去做到。那它就会每个礼拜一推一张卡片给我，比如说像这个礼拜一，它会建议我可以写一个核心的长文，是说内容系统的价值是帮你拿掉一个决定，就有点呼应到我们现在讲到的，我们要在内容创作的时候拿掉一些阻力，我们才会可以比较轻松的继续下去。这边的拿掉一个决定的这个核心长文是怎么而来的呢？它就会是结合我之前做的研究，就是我想要做的商业目标。假设我现在的商业目标是我想要去推我的1对1陪跑，那再来呢，受众的问题，这个呢就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的描述是有写到，我陪跑有2场都出现同样的讯号，说他们就是东西很多，工具也很多，可是每次都会卡在说不知道选哪一题。那这个就会是一个受众的问题点。那第3个呢，就会是我过去有没有什么既有的素材可以使用，所以他就过去我的 Obsidian 里面去捞一些我过去可能有写过的日记啊，或者是我的反思等等，最后呢去推敲得出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那你这个礼拜就可以去写这个内容长文。这个内容长文刚好就是有符合你的商业目标，同时符合你的受众痛点，跟你的素材库刚好真的有这个资料可以去佐证你去写这篇内容。所以这个决定也跟你们分享说我之前是怎么设计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去写商业目标跟受众痛点，可是你没有过去你真的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故事的话，它写起来就会比较单薄一点。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我还是会从过去我讲过的话或者是我写过的日记里面去捞一些故事去佐证这个商业目标。
好，然后第3点呢，就会是找回素材。当我们已经选好了目标嘛，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写。那我们在开始写的时候，你会想说，我要从空白页开始写，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所以这个就跟你们提到刚刚最开始介绍的，我在 Obsidian 里面有装一个叫做 Smart Connection 的一个外挂，它就可以去依照你过去写过的文章有没有一些是跟本次你要写的文章相关性是比较高的，你就可以从里面去看说，它是哪一个段落刚好是跟你的这次想要讲的主题是有关系。这样子进而你就可以找到说你过去有些故事啊或者经验可以帮助你去让这一篇文章更加完整，而且更加有人味。在第4个阶段就会是组成长文。长文这个部分其实我现在基本上都会是依照前面的步骤，当我找到了我现在想要写的母题，加上我过去的经验之后，我就会开始自己去写这篇文章。像是前面提到，我自己觉得当我所有的东西都给 AI 写的时候，其实是蛮不过瘾的，所以我现在是喜欢把写作这件事情拿回来放在我自己身上，这样子我就能够确保说我的思考还是从我自己本身而来。大家也比较喜欢看到我在看到某一件事情的情况下会衍生出来的思考，而不是说就是让 AI 编造出来的故事。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主要都会是自己写。对我来说的阻力有可能会是在我写完长文之后，我觉得写的好像蛮跳的，就是逻辑可能很跳，或者是觉得好像写的没有那么好，就会在发布之前觉得没有自信。那 AI 在这边的角色，它可以去帮我降低这个不自信。我具体的做法是怎么做呢？我会写完长文之后，我会跑一个叫做 Persona 的 skill。Persona 的 skill 是我之前训练的，这个 skill 就会是我这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个性，还有过去写过的文，所以我之后对外的内容啊，还有语气的判断啊，还有甚至一些风格的校对，它都会先过这一关。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会是因为他已经有过去所有的资料，所以他在这边帮我论事的时候，他能够清楚的知道我的价值观，同时知道我的每一个段落之间怎么去做衔接，同时知道说我不喜欢就是直接去捏造一个新的故事，他都会去具体的提出来跟我说。所以以这个图片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当我跟他说帮我论事这一篇，他就会去载入 Persona 的这个 skill， 那再来他就会去依照我帮他设定的规则去做一个 AI 感的检测，再来呢，他就会列出一个 summary 给我，他就会说，你过去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写到的，他帮我写完，请我确认可不可以，因为他知道说我很在意，就是有一些故事是不能做捏造的，所以这个部分你当然就是也是可以自己去评估看看你的 persona 会是怎么样去进行。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在发出之前没有那么感兴趣的话，也许你也可以去培养一个自己的 persona 的 skill， 包含我的价值观，还有我过去写文的一些习惯，以及我过去表现好的内容会长什么样子，所以他就可以综合去评估说，假设我这篇初稿要出去之前，他可以帮我去做哪一些筛选跟调整的动作。所以比如说像我在段落跟段落之间逻辑有点太跳，那他就可以去抓说我以前在 thread 上发文比较好的一些贴文，他们之间的段落感跟衔接的部分是怎么做的，他就可以把它以此类推到我现在的初稿上面去做衔接。好，那再来就是第5个转换平台。当你的长文已经写完了，那因为行销人真的也是很衰，现在有很多的平台要做，你就必须要去发布到不同的平台嘛。那我现在主要做的解法会是我有一个叫做 repurpose 的 skill， 它就会去读我的文章来源，同时呢去抓出核心的观点，最后呢就转到不同的平台。那转到不同平台是怎么转呢？我每一个平台都有在帮他写一个 skill 就有点像是他的工作说明书。所以呢，假设我现在是要发到部落格的 skill 他部落格的 skill 他就会依照我过去写给他的。假设我的部落格我就是必须要维持 SEO 的规则，还有我写的内容要比较知识性，以及比较容易被 AI 搜寻到。那同时如果我要发到 thread 上面的文案的话，它的 skill 有可能就会是我的前3秒要吸睛，同时可能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重点，跟我的 CT 要是什么。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每一个 skill 它会蛮不一样的，只是 repurpose 它是最前面的一个水龙头，当我把它打开之后，它就可以流到不同的更小的一个渠道上面去。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说，当我开这个水龙头，我会希望它流到哪一些平台，然后去触发对应的 skill。 好，所以就是我们来到最后一步，当我们都已经转换好了，那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阻力是我是有拖延症的，如果你也有的话，你可以参考看看。那因为我很拖延症，是当我写完了文章之后，我就会堆积在那边，我不会发。所以我前阵子刚好就是把 Buffer 的 MCP 给装进来。Buffer 它是一个发文排程工具，它可以去连接不同的平台，像是 Instagram 或者是 Threads 或者是 LinkedIn 等等， Facebook 也可以。所以我就直接串了 MCP， 当我就是可以去做转换
之后文案我也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在刚刚提到的 Claudian 旁边写说，现在这一些可以帮我排成 buffer 了。那它排成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会像我之前已经有设定好哪一些时间区段是可以发文的，它就会帮我排在那一些段落里面，我就不用去离开 Obsidian 了。刚刚那些所有的阶段，我基本上全部都在 Obsidian 里面完成，不管是我在决定题目。除了决定题目是从 Trello 上看到之后，我写文章我就会是在 Obsidian 里面，我在问问题或者是找过去的观点、过去的经验一样是在 Obsidian 里面，只是搭配 Smart Connection 去做。那最后当我要去做 Repurpose， 我要转换到不同平台的话，我一样也是在 Obsidian 里面去做，我就是打开 Claudian 去跟他说我要做 Repurpose。那最后真的我要去做发布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做发布，他就会去帮我串 Buffer 的 NCP， 那他就可以去帮我自动排成到不同的平台。那这样子其实我在做内容的过程中，我就都不用离开 Obsidian，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要好好的把握这个专注力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当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突然跳到其他地方去找资料啊，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去转换不同平台啊等等这些，你就会遗失掉一些专注力，同时你就很难回到那种写作的心流。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全部都要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做完，才会是最极简而且最不会消耗我专注力的。所以这会是我目前就是内容创作的整个工作流程，也分享给你们。对我来说，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我还是习惯都是由我自己去做撰写内容，因为 AI 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在 AI 就是不断进步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能跟着它一起进步，我们停止思考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蛮恐怖的事情。那我也不希望就是 AI 帮我们写文章之后就剥夺掉我自己创作的乐趣。所以如果你其实也有一个创作者的灵魂的话，你不妨可以参考看看我的现在的做法。那今天就这支影片也很高兴你们看到最后，我在资讯栏里面也有留一个小小的礼物，这边帮你做了一个保留本人声音的一个 AI 编辑器。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领取。那也谢谢你们看到这边。那你不用跟我一样就是建立这6个阶段，因为可能真的是有点多，你可以自己去评估看看你自己工作的流程里面哪一些阶段是 AI 可以介入的，哪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你再去评估 AI 可以如何在那个阶段帮你降低阻力。那如果你也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我。我之后会多分享一些跟艺人公司如何抓回自己的专注力有关的内容，同时也会分享怎么样去让 AI 帮你少做一点的影片。那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减少无效的忙碌，把时间抓回到最重要的事情上面。那我们下次见。